那这次的一个演练的对象是朝鲜，是因为它已经参与了俄乌战争，累积了很多的现代化的战争，无人机的战争、GPS， 还有这个骇客网络的战争都在里面了。那它现在是针对于已经参与现代化战争的朝鲜，要进行一个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军演。结果在前一天，川普喊缩小，搞得美国大乱了，因为要缩小，缩到多小？没有明确的说。那也就是说，是减半还是减掉3/4，还是减掉多少？然后你的演习科目是不是要重新编写，都不知道。但是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韩国该怎么办？韩国没有办法，他只好说我照表操课。可是你照表，我今天应该要登上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的军舰没在岸边，那我的海军陆战队堆在岸边，然后美国的军舰没上来。那我不是就稳死在那个地方？好，我们接下来看美国跟韩国接下来要进行自由护盾的演习要登场了。好，我们看到这个驻守在韩国的就是美国的陆军第8军团。好，他怎么介绍呢？他说这次的军演聚焦的是在提升今晚就能作战的战备，还有美韩同盟现代化以及形塑东北亚的安全环境。好，那韩联社的报道就说这个表述就可能暗示说美军的角色要扩展至朝鲜半岛以外的范畴所以不单单只是言语表达这么简单，还有后面的一些政治讯号。好，那美韩联合演习军演在即，现在川普下令要大幅的缩减演习规模。好，其实这是他在美东时间的16号所发文他说虽然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但他对美国先前同意参与军演并不高兴。因为南韩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相关行动。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川普很爱记仇，你看他没有对于伊朗有相关行动的，他就记仇。意大利他也是记仇嘛，对不对？好，那现在看到川普突然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当然让盟友是瑟瑟发抖。那川普也指出说还有2个原因让他非常不开心。一个原因是因为美韩长期以来举行的军演不仅昂贵，大部分还是由美国来买单。好，第二个是基于他跟金正恩非常融洽的关系，所以他对于联合军演不是很开心所以你跟金正恩又是麻吉好啦，过去你确实也曾跟金正恩见过面，那你现在是不是要舍礼在民来爱上金正恩呢？拉拢邪恶的轴心国。好，主要就是因为8月15号川普突然抛出他跟金正恩的合照，好，就是这一张。好，那在隔一天他就 po 文表示说要缩减美韩的军演。好，那他又讲说嘛，他跟金正恩非常关系好。好，那当大家就觉得说这是不是有一些背后的讯号呢？好，川普说美韩的联合军演成本高昂，那也会向北韩传递完全不恰当而且充满敌意的讯号。他说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北韩一直没有构成威胁，而且态度尊重。哇，看起来非常非常投向北韩那一边那我们也看到韩国媒体说可能是为川金会再重启做一个讯号的展现。好，因为呢，他发布的跟金正恩合照这张就是2019年他们在南北韩边境板门店会面的照片，那也强调2人相处非常融洽。那外部的分析就显示这个川普的举动可能是有意要跟金正恩来重启会谈。好，那川普是一个有目的的总统只要他想做什么，当然他就要释出很多的善意嘛。他也曾经说我跟习近平很好我跟普京也很好全世界的人跟他都很好。好，那菲律宾现在他的这个防长也指出说中方现在用的是一个鱿鱼战术，那中国使馆就驳斥。我们看这个国防部长怎么说。他说中国在处理中国工人被羁押事件的时候用一个是鱿鱼战术，也就回避了关键问题。那中国驻菲使馆就严厉的驳斥说你这个行为就是在破坏我们中菲的关系。那目前看到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他也是连问了菲方。他说中方是完全尊重了菲律宾的司法主权跟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那外国公民在菲律宾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但是他们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来搞选择性
歧视性、运动性跟政治化的执法。所以看起来中菲现在是隔空在叫嚣哈。那菲律宾的国防部说有硬起来，开呛中国公然的干涉内政，说绝不屈服。这是菲律宾国防部的声明，抨击中方公然的干涉内政。那也强调菲律宾没有义务向任何外国政府来交代，将持续的严格执法，绝不屈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也算是第一岛链嘛，包含了韩国、南北韩的朝鲜半岛，还有菲律宾的角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大家也是很好奇啦，现在美韩的自由护盾已经开始登场了，结果这个川普一句话说我是觉得不太开心因为他们用了我们很多的钱这合理吗？介大使。这个川普昨天发的这一份在出social发的这封信基本上就在警告韩国。对，而且他这个用语非常非常的强硬。强硬，而且有点怎么讲呢？有点狡猾。他先说他说基于我跟那个北韩的金正恩的非常好的关系那么我对美国很久以前就决定要跟南韩进行军事演习这件事情我非常的不高兴。我跟金正恩非常好，所以我要跟南韩我非常不高兴。而且呢，这场演习呢是非常贵的，花了很多钱。而这个钱呢，还大部分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美国来出。然后话锋一转，然后呢，所以他说这个演习呢，而且怎么讲呢？对他的好朋友，这个尤其他说北韩对美国没有造成威胁，而且对美国很尊敬的国家来讲，是怎么讲？发散了一个非常不适当的讯号。搞了半天，到底是朝鲜是他的盟邦，还是南韩是他盟邦啊？他讲的好朋友是金正恩，不是南韩所以你这个演习还让他得罪了。但是盟友是南韩，对吗？法律上是，可是这一篇文章写的你分不清谁是敌友对不对？可是他最后讲了一点，他说南韩的那个他们有一点点我不满意的是什么？他居然不愿意在这个美国跟伊朗战争的时候选边站，帮助美国。所以我看这个才是怎么样真正的原因。因为川普很在意的就是这一次他在跟伊朗打仗的时候美国的盟邦全部都没有站在美国这一边，包括日本、韩国。他这次抓到机会先修理韩国，日本也同样没有站在美国这一边。日本还派他的这个外交人员跟这个伊朗的外交官伊朗的外交部长，因为伊朗外交部长之前做过驻日本大使，私底下找了很多暗盘，干嘛？而且呢，做什么呢？去希望伊朗想办法油还是供应他。所以呢，就希望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伊朗单方面封锁荷姆斯海峡的时候，那日本就希望伊朗放一些船出来，因为日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所谓的能源危机给日本带来的问题，所以日本当时也跟了美国讲说，我爱莫能助，你要跟伊朗打仗，我不能够公开的跟伊朗怎么样校正或者跟伊朗关系破碎，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所以我认为美国川普下一个很可能就会拿什么，就会拿这个日本开刀了，因为他又登了一篇文章。讲到什么？俄罗斯现在跟日本的关系了。我怕他明天又说了，他跟普丁是好朋友，你那个日本不要得罪我的好朋友。这篇文章绝对会让韩国国内我很希望看韩国国内怎么来评价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纯粹是警告南韩。然后呢，第一个他不想花钱在南韩，第二个呢，就是说美伊战争的话，川普这个仗一定要有仇必报，一定要报。所以而且这里面讲了。好朋友是金正恩，不是南韩，不是李在明，不是李在明所以你要注意，你要把川普当朋友，他随时会跟你翻脸的。这种朋友还蛮危险的赖教授怎么看？这个军演，美国跟韩国的这个年度的大军演，这个军演是最大的一次军演，夏季美国要出动2万多人，等于是他驻韩的美军全部要出动，韩国要出动18000人，所以你想想看，4万多
到45000人，这么大规模的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全部都用上了。这么大规模的军演，原本只是针对于朝鲜的战争，啊，这是所谓的美国，他是联合国的军队的这个总司令啊，然后他来指挥韩军的一个作战，所以韩国的军人没有自己的指挥权，没有战争的发动权，没有战争的指挥权。韩国的军队要纳入美国的军事指挥领导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在过去我们在强调，它只用在朝鲜的内战里面啊，但是在这一次，美国把这个战争转变成为第一岛链的战争。我们在多次的节目中谈到了，其实美国早就没有第一岛链，因为美国自己也承认，他们把第一岛链的战略性的这种大型的武器装备都已经撤走了。这个后来美国自己也承认，他们现在是固守第三岛链，也就是从阿拉斯加、夏威夷到关岛的这条防线。那也就是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他们承认西太平洋是大陆的势力范围，美国现在守住的是东太平洋啊这样的一个防线，来防止中国大陆越过夏威夷的这条防线。他们的防线主轴已经从第一退到第三，那怎么突然间又讲到第一岛链呢？而且把韩国拉进来呢？韩国原来都不在第一岛链，第一岛链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大家听到的第一岛链就是从日本啊，然后到菲律宾等，一直往到澳大利亚关岛这条线。可是没有谈过韩国，因为韩国是属于联合国军队的一个驻守地，是负责朝鲜内战的。结果他现在在做转变。那这次的一个演练的对象是朝鲜，是因为他已经参与了俄乌战争，累积了很多的现代化的战争，无人机的战争、GPS， 还有这个骇客网络的战争都在里面了。那他现在是针对于已经参与现代化战争的朝鲜，要进行一个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军演。结果在前一天，川普喊缩小，搞得美国大乱了，因为要缩小，缩到多小？没有明确的说。那也就是说，是减半，还是减掉3/4，还是减掉多少？然后你的演习科目是不是要重新编写？都不知道。但是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韩国该怎么办？韩国没有办法，他只好说我照表操课。可是你照表，我今天应该要登上美国的军舰，结果美国的军舰没在岸边，那我的海军陆战队堆在岸边，然后美国的军舰没上来，那我不是就稳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川普搞得美国、韩国大乱了。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很多次吗？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其实现在都出状况，有这样的领导真的是搞死三军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还没讲呢。对不起，还有邱毅委员，对不起，一轮刚才太融入在那个情境，邱毅委员怎么看？这个川普对李在明啊，其实已经不满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除了美伊战争以外，最近在8月15号，李在明就发表了2段话。第一段话，他要成立一个清算亲日分子的财产的调查委员会。这个动作已经16年了，16年前还有，16年以来第一次韩国又要清算亲日分子了，这个完全违反川普希望整个日本担任他西太平洋的代理战争的代理人的这样的基本的原则。第二个，李在明已经表达了，这一次的美韩之间的联合军演，如果要扩大范围，要扩大到台海，甚至东海，他是不参加的，他是反对的。所以基本上与川普本身的西太平洋的战略、代理战争的战略是有悖的。所以川普才会玩两面手法嘛。他其实在今年的6月，他已经发表了他跟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合照，这一次的第2次是在板门店的合照。然后再对金正恩喊话，基本上他特别的提到，他跟金正恩之间过去曾经有一段老大哥很想念金小弟的金三胖的这样的一段历史。他就是用朝鲜来制衡韩国，然后用韩国来制衡朝鲜，这是川普一贯惯用的手法。那同样的，普京也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啊。
普京为什么要去登岛，要去登泽州岛？目的何在？他全程透明，参观医院，参观了这个工厂，他目的就告诉你，泽州岛是在北方四岛，是在俄罗斯的实际掌控中。他针对的就是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说明得很清楚，日本若有难，美国要军事支援，但是仅限于日本实际掌控的地方。那既然北方四岛是俄罗斯已经实际掌控了，所以美国根本没有介入的空间，他只能用嘴炮，用外交的方式来帮日本说话，没有办法实际军事上协助。所以基本上日本现在正处在一个很困难的局面。最后一句话，大家只谈到特奥多罗，特奥多罗是国防部长啊，大家忘了8月15号小马可仕也讲话了。小马可仕说啊，他认为美军用他的在菲律宾的9个基地 OK， 但是不能在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利用菲律宾的基地去进行对其他地方的攻击。他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而且他在日本曾经说过，台湾有事，菲律宾有事，呼应了高市。但是事实上，台湾有事，菲律宾有事，小马可仕又说明了，他指的菲律宾有事是菲律宾在台湾20万个菲律宾劳工的权益，并不是指菲律宾国家真的有事。所以他们还是以自我为考量啦。好，我刚刚不好意思，邱毅委员，该跟您道歉一下。好，我们真的要进广告了，马上回来。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其实整个军队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们当然前面一阵子就讲过说啊，林肯号已经在这个伊朗这边部署了大概260几天所以要换掉，因为有很多的水手跟军人实在是撑不下去了。那目前看到是以乔治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要去接替，但问题就是啊，这艘航空母舰有一个新照片显示说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部分内部的状况似乎十分糟糕。好，照片看到包含了浴室的地板肮脏不堪，还有管道也是锈蚀严重，甚至马桶里头还流出了褐色的液体。好，那赫格塞斯以发霉的乔圣顿号来替换故障的海湾战舰我看到了美国媒体有相关的讨论。那川普现在到底怎么跟伊朗谈判呢？好像都对不起来，但是川普有在努力他们越过了伊朗谈判代表，靠着秘密管道偷偷找上了革命卫队的高层。好，这个秘密管道是什么呢？也就是找上了美伊双方都有深厚信任关系的库德领袖巴塞尼。好，说开启了一条通往革命卫队高层的秘密管道。好，那这个密使曝光库德族领袖穿梭在美伊直通革命卫队的最高层。好，这个巴萨尼也特别被知情人士说啊，他最近已经向白宫传递讯息，表示愿意协助重新来启动美伊谈判。好，那曾任美中东顾问的麦格克呢，他就说问题其实不是在协调人，还是在于伊朗对荷姆兹海峡的政策。那这种政策短期之内就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好，那伊朗如果对荷姆兹海峡持续不放，美方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好像没有谈论的空间，那常常就会搞得破局嘛。那目前我们也知道，川普想要把电磁弹射改成蒸汽弹射，那川普甚至还想移动舰岛，也就是航空母舰上面的舰岛，那这就是一个大改造了。那现在川普是对于福特级的航母外观有一些疑虑，那美国海军也正在评估要将航母的舰岛从靠近舰尾的位置往前移到靠近舰体中央的可行性，希望让新型航母看起来像更老式的军舰。这很奇怪你不去看它的机能，要看它的外观又不是选男朋友女朋友那当然美军现在希望要重新设计舰岛的航舰，那要多烧数十亿美元所以大家就说啊，这钱花下去真的蛮可怕的。好，那当然我们国内是这样写啦，其实原始的标题也就是美国媒体下标是怎么写呢？他说啊，美国海军
可能将重新设计福特级航空母舰，以迎合川普的喜好。人家美国媒体写的够直白了，就是你川普想要，我们才要改嘛，而且还要多花数十亿的美元。好，但反观中国智库现在呼吁民船大规模的转成军舰，说要为大国竞争来做准备。我们看到南华早报就说，呼吁中国发改委旗下的国防研究人员已在呼吁，要全面的利用中国的民船来进行作战，包含邮轮、半潜轮，甚至是货柜轮。好，那我们看到川普其实现在他对于他的关税啊，目前看起来也是拦不住的哈，因为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自动驾驶公司从2024年以来，透过了洛杉矶港口，大约有3200辆的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其中只有今年就达到了2600辆。那这些车进入美国需要高达127.5% 的关税，但是这个自动驾驶车仍然认为这个生意是相当划算的。那川普的其中选情说是亮红灯，因为最新民调说有预半的美国人说他们都生活变穷了对于经济跟生活成本的处理方式是越来越不满。那这项调查不仅反映出民主党在传统上面属于共和党优势的经济议题取得领先，也凸显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选战当中有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有人把美国的债务现在是形容成流沙之上建大楼，也就是会越陷越深那这就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困局了。好，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困局，当然就是美伊战争因为目前看起来大家都东北调，而且跟伊朗有没有办法谈判到也是个问题。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航母的问题对美国来讲一定要解决。虽然川普还说那是打气然后故意掩饰他们的窘境，说林肯号航母还可以再往后延一点，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中央司令部要亲自到林肯号航母去给他们打士气，其实用精神喊话效果不大。他要加菜，要加钱。而且要给这个航母的水兵承诺，说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那这个承诺就很重要了，因为你要给他们有一个预期，而这个承诺不能跳票，哪一天就是哪一天走，不能跳票，不然如果再跳票的话，水兵很有可能就会造反，可能会把机库烧了或是干嘛。那因此呢，华盛顿号航母就赶过去了，他已经离开越南的岘港，往这个中东的这个阿拉伯海这个地方来航行。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留意到说，华盛顿号航母它是第7舰队唯一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它离开了。离开以后，等于是整个南海到东海没有任何美国的航母在这边了，所以等于是空了我们叫空城计。可是这个航母，大家又发现说怪怪的，为什么？因为赫格塞斯才批评这个航母太老旧了。这个航母其实如果就航母的标准来讲，它不算太老旧。因为航母它基本上的寿命是50岁到60岁左右，也就是说，我这个航母可以用50年到60年。那它这个航母是在1990年的时候下水的，1992年是交给海军来使用，在2023年，也就是30年后，它进场进行大修，也就是全部再翻修一遍，那是标准的程序。也就是它航行了30年以后，进场大修了。这是2023年，然后再交还给美国的海军来使用。现在才2026年呢，那就是代表大翻修之后，它还可以再续用25年。那理论上讲，它应该是蛮新的，因为刚刚翻修完嘛。如果还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赫克塞斯上去看的时候发现这个糟糕，这个船很有问题，这代表什么？第一个，翻修的纪律有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维持的纪律能力有问题，第三个就是这个船出问题了，当初设计是不是都有问题？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出这个锈迹斑斑，然后抽水马桶又有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代表美国的航母真的是出了大状况了，因为它刚刚在2023年进行大翻修完了以后，现在才2026年呢，怎么会说这个船才2年多一般来讲，大翻修的船是像新的一样，怎么会变成还是这么的旧？我觉得这个就代表美国的海军出了很大的问题。好，那另外您提到的有关于这个川普
透过秘密的管道，要直接跟革命卫队来对话，而不再透过他们的总统、伊朗的总统或者是伊朗的外交部部长来对话。他们认为这个更有效，其实不对。为什么说不对呢？因为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最在乎的问题就是我被你冻结的钱，你还不还给我？到目前没有还啊。就传出阿联酋可能偷偷的还了一笔啊。那第二个，这个封不封锁，要不要继续封锁下去啊？你美国只要继续封锁我就继续封锁海峡嘛。第三个就是你打我这个仗，你赔不赔我钱？你如果不赔，我就收钱；你如果赔了，我就不收钱，就是这么的简单。但是美国因为都做不到，美国做不到，你说跟这个革命卫队的首脑在秘密会谈，你还是要答应，你还是要能做到啊。所以你要先做到，伊朗才有可能开放。好，谢大使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福特号航母啊，是美国第一艘的这个电磁弹射的一个航母。那可是它自从入列以后，就问题不断，那常常就要去大修。听说它那个电磁弹射啊，这个故障率会在一定的弹射数以后啊就故障了，所以故障率太高了，所以可见电磁弹射是一个美国方面都还没有办法掌握的很好的技术。那现在川普大概因为这个航母要维修的话，是第一个战力受损，第二个什么花钱很多，那所以川普这个又在乎钱，他现在航母又不够用情况之下，他已经好像已经决定说，那把它换回来。电池的不要了，现在现代的东西不好，换回蒸汽的。那我因为不是专家，可是我稍微了解，蒸汽的话，那个是大改，因为蒸汽它是要用什么？要用这个蒸汽做动力。那你船上就有大批的锅炉，还有大批的储水设备，因为那个用的蒸汽量非常的大。你整个它那个结构都要做大改，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那另一方面也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如果就从电磁弹射，现在美国都做不出来，中国大陆福建号好像现在连那个空警500都可以推，空警500是比较大型的飞机都可以推。那原因就变成就是说，电磁弹射它跟这个蒸汽弹射的差别在电气弹射它的推力是很有弹性的，你可以推比较重的，你可以推比较轻的，它那个推力可以调整。那不像这个蒸汽弹射，可能那个调整的这个弹性就小很多。所以，那你要真的要说中美两国现在在这个海军军力最先进的科技上面那中国大陆看起来也有胜出一点。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我就看到说川普对那个船不好看也有意见。那这个人家那个今天那个所谓的中岛放在哪里？当时是专业的意见做出来的，对不对？那你川普说这个很难看，不好看就要改，那我就觉得，那美国军方难道说我们当时也是因为很好看才犯罪吗？对不对？他一定有他专业考量、整体设计的。那现在居然也听川普的，可见美国现在这个政治风气这个马屁文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一个专业都没有办法对抗一个外行的一个从审美观点来决定专业的这种军事专业的一个总统那这个国家前途看绿而且在的凌驾专业那真的很可怕。好，邱毅委员怎么看？我来谈美债的危机好了。今天日元正在进行160块的保卫战。从2个礼拜前，美日联手要去救日元，一度已经把日元拉到156到158之间，但是很快的，日元已经失守了，今天已经逼近160。上一次美日决定联合来护盘的时候，当时候的日元是164上下。那现在又逼近了原来的一个防线，而基本上在日本国内有强烈的呼声。什么呼声呢？认为说日本拥有那么多的美债在手里头，如果这个时候一定要救日元，不救日元，日本经济会垮掉，金融会暴雷。那这时候唯一的方法已经不是靠美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麻生太郎提的建议，你要在
把美债手里头握的美债抛出去，一抛美债救日元，这个才是挽救日元的唯一的有效的策略。否则，如果说日本的央行在9月升息的话，只要升的幅度太大了一点，日本的20几万的僵尸企业，这时候马上因为没有办法处理负债的问题，纷纷的倒闭，进入了倒闭潮。那日本就马上陷入既通货通膨，又发生严重的失业，就是所谓的停滞通膨。那日本高市这个内阁就非下台、非解体不可了。所以最后的一条路就是抛美债，而一旦抛美债，目前美债也已经处在一个到期收益率已经高到5.2%了。美国的利息负担重得不得了，基本上它的利息的支出已经超过了它的国防支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债一定会爆雷，所以日本的爆雷跟美国的爆雷都会同样的发生。日本的关键在于它的日元贬值的问题，而美国的关键在于它的美债可能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财政负担的问题。观察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来看哦，现在呢，在今年的选举年，明明就是个9合1的地方选举，但是我们的拉总统啊，他把它拉高成了中共介选。好，所以呢，现在自由时报也有说啊，绿营的天王助选团分进合集，好，包含有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跟前总统蔡英文组成的天王级助选团，会分进合集的进行整个选举上面的战略。好，那我们也看到中共的介选产业链成型自由时报的报道又说了，绿营示警有3波的 AI 攻势，恐怕会在选前的时候突袭。这是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示警，说中共对台介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介选产业链，而且透过 AI 现在全面的升级。好，那到底有什么呢？包含精准投放，也就是分析选民的偏好，制作最容易让你相信的政治讯息，还有身份伪装，利用 AI 模仿，将境外政治操作包装成台湾民众的声音，还有最后突袭，在投票之前突然释出候选人的声位影音，利用澄清时间不足来影响选民的判断，说要警戒爱国力量加 AI 声位的介选。好，可见赖总统的北戴河没有因此让他们觉得有翻船，反而继续的操纵中共介选。哇，那你民进党中国事务部都这么了解中共对台湾的这一套产业链，那请问你现在是进到中南海在里头听床吗？那你这样厉害啦好，那看到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他也特别讲说这个中共持续对台介选已经超过了30年，问题只是怎么介选。好，那因为名师我也在台大政治系政治所的老师他对于这个经济依赖、军事压力、认知作战、第5纵队以及法律战等5个面向来分析中共对台介选的手段。那他觉得第5纵队恐怕会监控整个投票所。好，但是大家就问如果中共持续对台介选超过30年，那请问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了，那中共如果真的介选，到底是在帮谁啦？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逻辑从这个赖清德讲北戴河之后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在网友的心中都有答案好，那我们看到了法院现在还认证了海鲲号的录音档。为什么呢？因为之前郭喜曾经有被说有一段这个录音档外泄。好，那当然一轮有看一下就代表在讲说有一些韩国商人的利益跟厂商等等之类。那当时这个徐巧芯跟吴子嘉就有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些讨论，那包含还提到了黄树光。不过现在呢，这个黄树光跟郭喜当时有告吴子嘉跟徐巧芯这4个人，结果这4个人是不起诉的。检警现在认证说那一段国造潜舰的
录音档其实并没有做合成，也没有剪接。好，那他说啊，这是一个可受公平的事项，所以将对黄树光还有郭喜提告的4案全部都不起诉。好，这件事情已经侦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上就有大家在网络上讨论哦。那现在对于国建潜造是有报这个贪污，然后多段的录音曝光。那包含了黄圈擦带着一群人跟民进党高层有人觉得是有贪污的嫌疑。好，那当然郭喜就控告韩商顾问开会时有偷录音，那也告了徐巧芯跟吴子嘉，说有涉嫌变造录音。不过后来检方认定录音是没有合成的，也没有剪接变造，所以因此徐巧芯跟吴子嘉或不起诉。那这件事情大家就好奇啊，哇，那海鲲号或是国建潜造，感觉水很深而且我们现在才造一件，这个一件都还没有完成。后续的建造恐怕都还有很多的猫腻存在。那我们就来看解放军最近在干嘛？要进行实弹演习他们在渤海的海峡、黄海北部来军演。16号开始，一连2周都是禁航的所以他们发出了相关的公告。好，那我们看到，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从16号的下午4点到30号的下午4点，渤海海峡的黄海北部大概在这里部分的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那我有看到相关是说感觉是针对日本而来但是感觉地理位置有点远，待会来宾也可以帮我们分析。那美国现在陷入了中东的泥沼，到底能不能兼顾制衡中国呢？亚洲盟友问号满头因为现在《纽约时报》的中文网就有一份说川普送给中国一份大礼美国亚洲策略再受质疑。这份报道里头就说当中国正极力的把亚洲扩张的影响力要放大时，美国总统川普的心思都在美伊战争上。那美军大量资源调往中东，那美国的亚洲盟友就很质疑，一旦亚太爆发了冲突，美国是否愿意，而且到底能不能吓阻中国和协防的盟友大家是很质疑的那这当然也呈现了现在在第一岛链或在印太地区大家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民进党的选战今年打得很明确，就是中共介选。好，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民进党执政已经超过10年了，可是真的很堕落，真的很没有用。你如果民进党以11年的执政的经历，你只要治理得当，得到民心，你还担心国民党会取代你吗？可是问题是现在的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整天杯弓蛇影，杞人忧天，就觉得一副大陆要来介选，然后每天怕东怕西怕的，然后制造一些自我制造谣言。大家回忆一下，所谓的北戴河密令一开始是哪一个媒体制造的新闻？自由时报。自由时报吗？自由时报说消息来源是谁？是国安人员，是国安人士。那国安人士归谁管？归赖清德管。结果赖清德又引用自由时报，然后来攻击国民党，攻击在野党，这不是叫做套逻辑吗？你赖清德到底有没有念过书你用这种方式怎么欺骗人所以我在讲老狗玩不出新把戏嘛。你玩来玩去，执政了11年了，还在玩这一套，所以就代表说民进党没招啦，他的政绩拿不出来我以为委员要讲民进党没进步他不止没进步，连招都没有啦，那真的是丢脸。不过大概可以猜得到，最后这2-3个月，民进党一定是开始抹红，开始戴帽子，然后开始司法检调一堆爪牙，开始行动了，制造把台湾弄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认为他才有机会在年底能够翻盘，能够得胜。一个执政党真的是没出息。好，第二个，海鲲号有没有问题？我们先不谈
郭喜跟吴子嘉跟徐巧芯的官司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你知道日本昌隆级柴电潜艇，就常规动力潜艇，它造价多少？148亿台币。我们的海鲲号多少？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海试完成它已经耗掉了493亿。将来如果再追加，破500亿是必然的。好，那再比较日本的昌隆级常规动力潜艇跟海鲲号潜艇的性能，跟它技术成熟度，跟它的 AIP 谁好？昌隆级要远胜海鲲号啊。那我请问你，性能不如人家，但是造价比人家贵了好几倍，中间没有弊案才怪啊。所以基本上我认为现在反正弊案都不必查了。海鲲号有弊案，黄喜光要不要查？黄曙光要不要查？不查。毒油案大家不要忘了，有门神有护航有查吗？也没有查。还有 DPP 100，还有 DPP 100万美元，对不对？查了没有？根本也没有查，所以所有的弊案都搁置在那个地方，然后玩的是什么？北戴河密令，玩的就是认知作战，玩的就是抓人。好，有时候是查不下去的不然动摇国本这大使安怎垮？我觉得那个中共介选的话，拿出证据那谁被他影响了嘛？那有没有金流这些都要查出来你这个只是当一个口号的话，那这是无的放矢对，那无的放矢的话，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用这种捕风捉影式的中共介选来掩饰自己的执政以来的贪腐、无能，不会做好事的事实。你看他们执政10年以来，台湾是不断的沉沦，我们的这个弊端弊案层出，然后我们的检调呢办案很有选择性，对，都针对这些这个怎么讲呢？民进党的政敌下手下得非常重，可是跟他们相关的案件都摆着都不会动的。我们就讲这个海鲲号的，你现在既然证明了这个鉴定了录音没有合成、没有剪接、没有变造，那它就是一个事实对，有这件事。那事实里面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不查？这个400-500亿，可能还更高的台币，人民的血汗钱就花在这个潜水艇上面。如果有贪污的话，对得起台湾人民吗？你不是口口声声要保护台湾人民，那应该用最有奉献、最诚恳的心来做这件事怎么会搞了那么久？我们还没有海试，然后呢，将近500亿就花出去了，然后到处都是这么多证据都拿出来了，而且证明这个录音带是真的话，那为什么都没有动作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说法的话整个现在的现况台湾就怎么样？一个没有节制的政府，而且不断扩权的政府，然后呢，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利益福祉放在前面，只把自己能够永久当权、永久掌握权力这件事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去做。然后你说中国大陆介选超过30年。那30年为什么民进党可以一直得胜呢？对啊，要不然就是介选无效，要不然就是没有介选。对，那你每一次都拿出来讲，我们都没有看到实际证据。这个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一个社会，你很多事情你要有证据。对，那所以我觉得他下一步可能就变成选情，因为今年对他们很不利。因为台湾的很多情形都在恶化当中。那年轻人这个工作越来越早，然后台湾的薪资越来越低，台湾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差。外交我比较了解的是不断的在退步。那个现在怎么讲呢？跟日本也要用怎么对日本要怎么样？要去怎么讲？要跟人家对骂的方式来办对日外交。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你现在驻日代表又不会讲日文，
然后说人家什么不尊重国格，人家说你根本是自己要来的，我根本没有邀请你。我们跟日本关系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有东西都大退步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想在今年这个选举获胜，那结果就是什么？用这种傲薄的手段，这种欺骗选民、转移焦点，把自己的无能让大家没有注意。这个再继续下去的台湾就是继续沉沦了不会有改善的。好，不过中国介选这种说法，我们也听了蛮久。那我们要当个聪明的投票人赖老师怎么看？先谈一下赖清德他们3个人赖清德的当选率只有40%，民调支持度都在40%上上下下，谈不上什么天王级的了所以又把自己膨胀说这是天王级的助选，真的是很可笑，因为我没办法理解。他们党内是天王级的啦。但是我们选举不是党内选他是党外党内一起选那只有40%不到的，或者40%上下的这样的人，坦白说，真的谈不上天王级的啦。所以不要把自己膨胀到说我是天王级的，这个真的是有点可笑。那蔡英文任内的弊案涉嫌的弊案，慢慢的在浮上来了例如说，很多人对疫苗到目前为止这个有没有进行第3次的测试，还没有结果，可是却花了那么多钱。现在浅见被证明说，这个隐秘的秘密的录音带，他们是真的就是郭喜他们的对话的声纹。那这些弊案都到目前为止没查，如果一查的话浅见又有弊案。刚刚邱委员又说造价贵到不行比日本的都还贵然后结果到今天为止，本来去年就应该要交船的11月嘛，对，到今年为止都还没有办法交船，延宕快1年了。对，延宕了1年，然后造价贵得不得了，然后又涉及弊案，然后蔡英文凭什么说又是天王级的，又在自我膨胀？我觉得自我膨胀这个效果没有用了，再讲天王级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难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明教授就有趣了。他讲的第5纵队，这个第5纵队到底在哪里？他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论文写出第5纵队的证据这个没有。那你要证明嘛，你是教授台大教授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讲他是台大教授那你是台大教授，你的论文你应该要告诉大家说，我有凭有据真的有第5纵队我有这个实证资料可证明好，没有，那我们就问李登辉执政10年第5纵队，因为他第5纵队介选30年嘛，那就李登辉的后2年嘛。那李登辉介选了，好，陈水扁8年那马英九能上来跟第5纵队没关那是陈水扁涉及国际认证的严重贪渎案，他还入监服役所以他是证明是国际间认证的贪渎，老百姓恨得要死，然后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选，这个跟介选没关嘛。接着又是蔡英文又8年了，陈水扁8年，蔡英文8年，然后再来就赖清德2年，他们都是大陆介选的结果，所以大陆介选的目的是让李登辉当选，让这个陈水扁当选，让蔡英文当选，让赖清德当选，哇！这个明教授，您的推理我真的是第一次刮目相看这个逻辑真的是介选30年，他们执政了20年真的是太厉害了。对，这个网络上也很多人在讨论，他这样的逻辑是有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完全是让我们匪夷所思的台大教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